本人先前购买一款玩具枪，无任何杀伤力。于2025年1月26日晚9时许，来自通州区刑侦支队宋庄派出所和首都机场海关缉私局的人员至本人家中，其众人以极为粗暴的方式砸门。进入室内后的第一行为便是抢夺本人手机，并进行查看翻阅。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扣押物品必须出具扣押清单，未出示法律文书直接查看并扣押手机，涉嫌程序违法。随后更试图对本人住所施行搜查行为。当本人询问其是否持有搜查令之时，对方不仅未能出示，且对本人进行大声呵斥，还扬言威胁我。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出示搜查证，紧急情况下无证搜查需符合法定条件，如追捕在逃犯等。无证搜查住宅且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行为，涉嫌违法。人民警察法第22条明确禁止非法搜查他人住所，并且我父母当时也在场，他们都受到了惊吓。在此窘况之下，本人被迫应允其搜查住所。在此过程当中，上述人员持续对本人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以编造的事由对本人进行污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第12条禁止粗暴执法，辱骂当事人。本人罹患抑郁症多年，此事对本人带来的打击尤为沉重。若自身住宅都有可能被肆意闯入，人身权利随意遭受侵犯，社会的安全从何谈起？他们当时并没说自己来自哪个单位，我也是后来才查到的。
继而，在2025年1月27日凌晨3点55分，本人拨打报警电话，接警人员表示将交由宋庄派出所处理。然而，直至早晨8点，宋庄派出所仍未做出任何回应。期间，本人陆续拨打了4次报警电话，均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回应。而后，本人了解到，宋庄派出所于未做任何应对举措的情况下，私自标记为已处理。110接触警工作规则第11条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置报警，多次报警未获回应，涉嫌行政不作为、虚假处理记录未实际处理，却标记已办结，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中关于执法信息真实性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本人亲自前往宋庄派出所，在前台完成登记之后，得到一个民警的接待。本人向其讲述前一日有自称警察之人到本人家中暴力砸门之事，并且当时砸门之人已亲口承认是砸门行为，而该民警却直接表示那仅是正常敲门，同时也提及那些人在未持有搜查证的情况下于本人家中进行搜查。该民警声称这属于例行检查，但例行检查仅仅赋予警察在公共场所检查本人身份的权利，绝无权限允许他们前往本人家中搜查住所和手机。鉴于该接待民警此种态度，本人不再与其多做交谈，随即离去。再者，在2月6日早晨8点25分，本人拨打报警电话索要所购物品的不核标证明，此次依旧由宋庄派出所接警，对方对于本人的合理需求只字不提，却强行要求到本人家中。在本人明确表明不同意之后，他们仍然派遣一个警察与一个辅警来到本人家中进行违法执法行为。本人拿出手机进行录像时，他们责令本人停止拍摄其执法过程，并声称本人脑子有问题。最终，在对本人制造诸多困扰之后，他们告知本人其无法提供本人所需的证明，并要求本人自行寻找，而后撤离。发照片呢，给你枪，然后当时这个东西怎么样没留意到咱们这个购人家里边的，哎，然后有一海关，啊啊嗯家里边目前也没有什么枪支的啊。对，海关的意思就是要求他本人得去，然后先有一个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他现在就
如体不当面的办案，是不是？对，那我们先不咱们先说到这儿，好吧？你给领导报这儿好嘞。怎么说？先稍等会儿啊，因为这个事儿，主办单位不是我们派出所。小伙子，你不用录像啊，我们这儿全程录像的啊。还一条一道的，我就说了，我说你说把这错呗，给他发这个就完了。但是我怎么这错，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你知道我这么错呀？这倒也是。但是你呀，咱要相信他办单位他的这个流程是吧？你作为咱中国公民来说，咱们国家在1996年就已经颁布了这个枪支管理法，是吧？这作为咱公民来说，咱们不能有这种枪支的，是吧？他如果说这玩具也不让玩，他不是大街都是卖这玩意儿吗？咱们国家有类似这样的事儿。你看，他有的枪支可能它具有这个杀伤力，他看这个，你不要认为它是一玩具枪，是吧？一玩具枪，咱认为咱可能没什么事儿，对吧？喂，我让你进来。行，我也是这意思啊。行啊，好嘞。那来那个谁，账号。本人针对上述事件，先后向12389、12345、纪委、12309等多个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然所得结果若非毫无结果，便是敷衍塞责。此外，宋庄派出所还存在更荒唐的行为，在投诉回复中明确表明他们当时来过，但之后却非法获取我和我家人的个人信息，致电骚扰我和我的家人，以他们没来过为理由，要求我们撤诉。我基于上述事实信访后，结果给的回复避重就轻。本人随后在网上曝光，但帖子很快被删除。目前本人多个平台账号已被永久封禁。